美国空军参谋长称，在电子战领域根本就打不过解放军，出现了难以招架的态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延少。虽然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一再表示，美国空军在很多方面面对解放军时已经落后了，但是很多人仍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或现实，因为美国空军的实力世界第一，这个印象对大多数人来说太深刻了。因此，就有些人说 F-22隐身战斗机要比中国的歼20更先进， B-2轰炸机天下无敌，甚至还有人相信美国的电子战能力可以瘫痪中国沿海地区等等。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空军的最高将领布朗将军的观点，而他还将是第2位成为美国参联会主席的黑人将军。近日，布朗在听证会上声称，美军在电磁频谱的抵御和攻击的能力因为数十年的衰退而大幅度减弱，这导致美军在未来的高科技战场上，特别是在电子战方面变得脆弱无力。在面对主要对手的时候，美军将难以招架。当然，他这里所说的主要对手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国就没有一个需要美国人担心的电磁频谱对手。布朗将军告诉美国的参议员们，经过多年以装备较差的敌对势力，特别是长期在中东地区的战斗后，美国军方在电战方面已经丧失了肌肉记忆。由于美军多年不重视电战系统的开发，而中国则趁机填补了这一空白。例如，北京在2015年成立了战略支援部队，意识到频谱主导的价值。现在军队依赖频谱执行从通讯、武器引导、导航到欺骗等一切任务。他甚至认为，美国也需要在适当的时间将合适的能力提供给合适的作战人员，以应对可能的威胁，保持作战能力的相关性。你可以理解为，布朗甚至想让美国也组建一支与中国同样的战略支援部队。与此同时，美国空军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其 F-15E 机队削减至99架，机队中削减100多架攻击鹰。这被认为是美国空军重视现代化战斗机机队的必然举措。因为美军如果不减少存量老旧的战斗机，就没有更多的经费发展下一代的战斗机，或者采购更多的 F-35。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空军为什么如此焦虑呢？而重建电磁频谱优势的努力能够实现吗？针对第一个问题，中美在电子战领域的较量应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布朗作为美国空军的参谋长，能够说出难以招架，几乎就证明在与解放军的较量中，他们吃了大亏，或者被羞辱过。电子战是一种在和平时期都可以较量的作战手段，中美应该一直都在过招。第二个问题，美国重建电战的优势会非常难，这里面有几个障碍。一是心态的转变，因为美国军队一直认为自己很强，而且多年来就没有对手，所以不重视电战能力的建设。这从美军大量退役 EA-18G 飞机就能看出来。其二是美军在取得技术进步的同时，中国空军在电战领域的发展速度也很快，甚至更快。因此，我们在这方面不会等着美国人。比如，美军现有的主力预警机还是老掉牙的 E3， 这种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预警机根本就没有能力连续锁定歼20，而美军计划装备的 E7 预警机要到2027年才开始陆续入列，而中国领先美国 E3 2代的空警500早已经大规模列装了，到了2027年，预计中国的空警3000都要开始下饺子了，这是根本就追不上的。第三，美国并没有专门的电战部队，从其组织架构或者是顶层设计上就已经落后了。正如布朗所说的，美军也需要战略支援部队，
以优化其电子战能力，并提供相应的维护保障。最后，我们也不能小看了美军的学习能力，或者说是反思能力。过去我们就讲过，美国军队与解放军都是世界上学习能力最强的军队。既然美国人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那么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我们能做的就是要继续练好内功，继续在该领域保持领先。总体而言，美国空军的强大是基于存量，但是在很多领域，他们真的已经落后了。而在电战领域的落后，就意味着如果美军胆敢干涉台海事务，必将会被打得满地找牙。因此，美军最好的选择就是站在一边旁观，这样美军看上去还是那个所谓的世界第一。